我虽为冷宫太监，却有着百世轮回的能力，只要自然老死就能变回少年。除了没鸟用外，其他还行，体质中人，吃穿不愁，只要端好娘娘们的夜香，安稳活到老问题不大。我正想着如何苟活，一个声音传了过来。皇上有旨，着太妃敏氏入冷宫。大清国皇位传至第3代，敏太妃是开国太祖的妃子，按辈分，敏太妃是当今圣上的奶奶。恭候太妃。冷宫6院72厢，上有37处空闲厢房，太妃可自选一厢房。本宫想住哪便住哪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太监多嘴，滚！敏太妃冷冷瞥了我一眼，径直走向内院。我微微一笑，不再说话，只碎步跟在敏太妃身后。这人啊，就该学会应势而变。接下来的日子有你好受了。问其娘娘安。是小离子啊，你收拾去吧。齐妃与敏太妃不同，齐妃是太康帝宠妃，只因和太康帝调情斗嘴时撞太后斥随后被太康帝打入冷宫，这种情况大几率能出去，不能得罪。我自然要格外关照。处理完齐妃夜香，我又来到另一厢房，一个疯癫声音从厢房传出：本宫没撒皇女，本宫没有，李贵妃根本没生过皇女，给本宫吃的，本宫要吃的，本宫要男人，哈哈哈。这是明妃，据说因为后宫争权，谋害了李贵妃新生皇女，到冷宫后疯了，无处冷宫可能。我直接进屋取了夜香就走。处理完夜香，我回到当值的偏房。小李子，来一盘。好啊，冷宫12太监，同级5品，没争权理由，故而相处的不错。平时聚一起下棋赌注时倒夜香。王里是个懂棋的，常年不用当妃子，不出几回合我便败下阵来。明娘娘的夜香，明日赏你了。菲菲输给王里是我故意为之。明妃通武道，据传是2流高手，这是我接触武道的唯一途径。本朝没听过有修仙之说，所以首先考虑修武道，先保证自己有自保之力再说。中午放饭，我取了3份妃子饭供齐妃挑着吃。这些日子我对齐妃照顾有加，自然也是获得了齐妃好感。小离子，你服侍得很周到，等本宫将来出去，可愿到本宫身前服侍？多谢齐贵妃好意，但小的命贱，也没有什么志向，只求安稳度日。见我委婉辞句，齐妃也没再说什么。修为有成前是不会离开冷宫的，能活百世的我，最需要的便是安稳，特别是起步的第一时。随后，我将齐妃吃剩的饭菜拿到当值房开吃，这便是冷宫太监唯一福利。吃完后，我将已经凉了的剩饭剩菜给余下2位妃子送去。饭菜怎么才送来？饭点都过了，你们这些吃里扒外的太监，凉的剩饭剩菜也敢给本宫端来？任凭敏太妃如何骂，我只当听不见，爱吃不吃，可不敢给没机会出去的妃子好饭菜吃，不然死都不知怎死的。次日我早早起身，第一时间来到明妃厢房外。小李子问明娘娘安，厢房内没有回音。娘娘最近可有什么想吃的？小李子中午给您送来。明妃被打入冷宫原因，暂时还不得而知。这种不知入宫之由的，一律看作没机会出宫，只配剩饭剩菜。正当我准备第3问时，她从厢房内缓缓走出，问明娘娘安。明妃冷冷看着我，似乎要将我的相貌记住，随后又反身走回厢房，看来热脸贴了冷屁股。不过没事，我有百世寿元，时间长着呢。明娘娘这不行，还能在其他娘娘处找机会。取了夜香，正欲离开时，酒，我要上好的醉元春。娘娘等些时日，小李子会给娘娘送来。赵爷，能否给我搞来一壶醉元春？这几乎是用了我全部的家当。冷宫没有水，进来的妃子身无长物，也没人愿意在冷宫内花钱打点，别人敢打点，冷宫太监也不敢接。没问题，1个月后给你送。送完饭，我来到当值房就餐，其他人都在讨论千王爷昨夜自杀之事。好一个千王爷，太可惜了。听说千王爱民如子，深得百姓爱戴，说是饮鸩自杀，其中真相谁又知呢？见我进来，王里吩咐道：外面来消息了，等会你给敏太妃送饭时，要提一嘴千王爷服毒自尽了。千王爷正是敏太妃亲子，虽然我看敏太妃不顺眼，但王子之痛，父母之心啊。我点头，明白其中深意。吃完饭，我将剩饭剩菜送至敏太妃处。待敏太妃吃完饭，我也淡淡开口：宫外传来消息，昨夜子时，千王爷自述德行有亏，饮鸩自尽。足足过了半晌，敏太妃才嚎啕大哭。我的青儿啊，青儿啊，你这狗太监啊！敏太妃起身对着我一阵扭打，我没有闪躲，只一指为力。许是打累了，敏太妃又开始大骂太康帝。皇上啊，那是你亲叔叔，怎就这么狠心？我的儿啊！又骂太皇太后，也骂得最凶。老巫婆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，生生世世，千代万代，不得好死！狗妖婆！傍晚时分，一群上午间太监带着一个药罐进入冷宫，以敏太妃诽谤圣上诽谤太皇太后之罪，将敏太妃搬进了罐子里，做成了人质。也是这一刻，我算是意识到了太皇太后的狠毒之处。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做成人质，真是过分了。百世不过虚妄，一定要努力修行，只有自身实力强大，才能保护好自己。敏太妃在做成人质的第5天绝食而亡。然而，敏太妃凄惨死状在冷宫内掀起了一股幽深寒意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有12位意识到无机会出冷宫的妃子荒凉自尽，谁也不想被做成人质而死。敏太妃死后1个月，
冷宫自杀的风气才慢慢停下来。期间，我一直担心明妃也会自杀，我可花了全部家当订了一瓶醉元春，还没用上。好在明妃活得好好的，我拿着醉元春，急忙赶至明妃厢房，问明娘娘安。醉元春拿到了，明妃接过醉元春，一饮而尽。爽，得此美酒，本宫死而无憾了。说，小太监，你想要什么？本宫身无长物，你要不是一个太监，就算要本宫的身子也无妨。有所语，必有所求，谁都明白。要身子好啊，我很急，可惜鸟没用。吞了口唾沫，躬身正色道：“我想修武道，还请娘娘教我。”呵，也是，我也只有一身武道修为，能让你这小太监觊觎了。也罢，要不是为等你这一瓶醉元春，几日前本宫便自尽了。临死前能留下一份传承，也算一件幸事。你且仔细听好，3年前老妖婆借宫中瘟疫之力，召我师徒一劫，因理念不同，将其赐死。为报师仇，本宫入宫行刺，不料反被囚于冷宫。说完笑看向我，你可还愿学？愿意。我心中虽然震撼，但还是点头应下。没想你一个小太监，竟颇有胆识。你且记好，本宫所修柔水7段锦，阴性功法，你是太监，倒也合适。柔水7段锦，修至极限，可直达先天。上善者，弱水柔者。明卫悠悠念了一遍柔水7段锦，我凝神听着，却发现连10个字都记不住。劳烦娘娘再念一遍。你记了多少内容？7个字。以你记7字的资质，就算穷尽一生，也难入2流高手。明卫不知念了多少遍，我总算写下了柔水7段锦全篇。武道入门，没个师傅教真的不行，还请娘娘为我示意。你懂多少？或许酒意上头，脸色带有红晕的明卫，此刻情绪尚可，一句也不懂。你这等资质，真不知你小太监图武道有何用？算了，晚上本宫想吃一品莲叶鸡，热的。没问题，我当即应下，得了一品莲叶鸡的允诺。明威开始慢慢讲解，不但为柔水7段锦示意，也给我普及武道常识。你现在只需将招式记住，将来你循序渐进修习，自会理解。多谢娘娘，我郑重地对明威躬身行礼，发自内心的感谢。没有明威亲身示意和演示，柔水7段锦秘籍还不如一叠厕纸。幸好明威人不错。行了，不过交易罢了，本宫可不会收你这等资质的太监作为弟子。明威嫌弃看了眼，将手抬起，来扶本宫上床。我恭敬将明威扶至床边，明威并没有入睡，反而躺在床上缓缓说起。本宫快要死了。我站着不动，我听他讲。老妖婆太狠了，生生把闵太妃做成了人质。本宫这个月来担惊受怕，生怕也被做成人质。一旦老妖婆什么时候想起本宫，也会将本宫做成人质。说着说着，明威眼角有泪珠滑落。本宫长得如此漂亮，天下又这般美好，本宫还不想死。明威说了很多，说到最后慢慢睡着了。我走出厢房，将柔水7段锦找个冷宫角落藏了起来。皇宫内不禁止习武，但绝对禁止偷偷习。习武需要定期向上武监上报境界，如果让太皇太后知道我学的是当时刺杀他的功法，估计我的小命也就不保了。现在还不是学柔水7段锦的时候，至少得等太皇太后病天之后。希望老妖婆早点死。傍晚时分，我为明威送去了热乎的一品莲叶鸡，明威最终一口没吃。我端着一品莲叶鸡又走了，除了请安外，一句话也没多说。我虽为冷宫太监，却有着百世轮回的能力，只要自然老死就能变回少年。除了没鸟用外，其他还行。体质中人，吃穿不愁，只要端好娘娘们的夜香，安稳活到老问题不大。我正想着如何苟活，冷宫进来了位惹不起的存在。刚入宫便对所有人颐指气使，太监们不敢前来。吕贵妃是太皇太后的孙外甥女，按理说这等背景，窝囊皇帝是不敢将其打入冷宫的。然而事实却是他不仅被送到了这里，还蛮横地抢占了齐妃的房间。齐妃作为冷宫目前最有机会出去的妃子，在吕贵妃面前也不得不低头。幸好吕娘娘带了太监宫女进来，不然伺候她，我们非脱层皮不可。寝房内，太监张勇心有余悸，今天本该轮到他接手吕贵妃的。那位是怎么进来的？自从太皇太后去武功山礼佛，圣上才有了点自主权。今天下午，吕娘娘一鞭子抽坏了圣上的爱妻，结果就被打入冷宫了。小李子，我看你心不在焉，这几天可小心点，别去吕娘娘身前晃悠，否则几鞭子抽死你。冷宫12太监，王里年纪最大，平时算一个小领头人。我轻轻应了下，心思却飘远。明威死了，死在传授我柔水7段锦的当天夜里。直到第二天早上到夜厢时，王里才发现他。我来到明威厢房，帮王里将明威尸体抬至静乐房。宫内无亲属的死后均由静乐堂火化。明威师尊之事，你听说过吗？听过，他乃师尊不知分寸。太皇太后求道，却说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这种话在太皇太后耳边讲，不是找死吗？自太祖去世后，太皇太后权倾朝野，师尊建议他如水般不争，确实是在找死。明威死后的1个月，我实在心情不畅，频繁失眠。前世这般，作为一个手艺人就能很好入眠，但此身体残缺，我一个太监没处发泄。一天下午，太监张勇浑身是血，被人从吕贵妃厢房抬了出来。没事吧？我还撑得住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让你们别去吕贵妃身前转悠吗？被打死也是白搭。哎，别提了，
下午换院的太监送回夜香筒时，正巧吕贵妃身边的太监有事，只能我去送。贵妃嫌桶没洗净，让我舔干净，然后又抽了我12鞭，我一边舔一边挨鞭。哎呀，勇子，你嘴不干净了，接下来3个月可不许与我们共餐。去你的！我可是为大家伙受累，凭啥不让我一起吃饭？吕贵妃都进来1个多月了，怎么还不出去？就快了，听说太皇太后还有几天回宫，我们的苦日子就快到头喽。不久之后，齐妃被赦免并恢复了正二品妃衔的消息传来。出宫前，齐妃再度邀请我：小李子，你真不愿到本宫身边服侍？娘娘，小的命贱，何该待在冷宫之地？再说冷宫外规矩太多，小的怕一个不好冒犯了贵人，说不定会连累娘娘，那就万死难容了。你啊，还是太谨小慎微了。宫内哪一个上位太监没些胆魄？娘娘，有句话小的不知当讲不当讲，但说无妨。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齐妃神色一凛，脸有异色，并奇怪道：小李子，你可是听到一些小道消息？没有。齐妃沉默了下，终究叹息道：你的话本宫明白了，不争不是那么容易的。1个月后，齐妃被升为正一品齐德妃。听到这消息，我摇摇头。齐妃还是未听进我的话。随着齐德妃的晋升，宫廷内众多嫔妃因各种缘由被捕入冷宫，局势变得难以捉摸。每天都有宫女太监因莫名其妙的罪名被正人。送饭了，记住，谁都不许偷吃。妃子若挑刺，就将锅甩给膳房，才是他们做的。送饭时间，王里不忘对众人叮嘱。局势愈发复杂，冷宫内的妃子如今分为2派，一派圣上，一派太皇太后，哪一派都不能得罪。今后无论哪一方赢了，都可能会出冷宫。太康7年，太皇太后还未死，据说身体硬朗得很。圣上已等不及了，加大了与太皇太后的争权冲突。好在冷宫已经住不下更多妃子，新的争斗尚未波及到冷宫。然而这天我被打，打我的是储妃，中午算是3流高手，属太皇太后一些。理由很简单，储妃嫌夜香筒没洗干净，让我舔干净。我操！我又不是舔粪怪张勇，果断拒绝并表示会亲自再洗一遍。储妃一脚进储妃的院子，差点要了我的小命。我身子骨太弱，要是正式休息了柔水气断颈，也不会如此愤怒。太监报仇，一事不晚。这一脚我记下了，我的怨念不由得转向了太皇太后。别死！这次伤势我少说也得躺1个月，这月的活你给我包了。前年我挨吕娘娘12鞭，也不过才躺1个月，你这也太矫情了。我体质弱吗？我这身体刚养好没多久。齐妃被贬为婕妤，又入了冷宫。但这次我是齐妃大长子，而且还带了一位贴身宫女，不用我贴身伺候。3个月后，齐妃在冷宫内生下了太康帝的皇长子。然而孩子刚出生就被吕贵妃抱走了，齐妃连个面都没见到。小李子，你说本宫还有机会见到皇儿吗？能的，圣上还年轻着呢。也是，本宫也要好好活着。这一天我又失眠了，这老妖婆咋这么能熬呢？我从太康5年咒到太康9年，人啥事没用，还越活越能蹦跶。还有这太康帝也忒不争气，斗了几年竟把自己老婆斗到冷宫。我在床上转反侧，这老妖婆今年84了，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勇子，我又失眠了，之前你那咒人法子不管用了。我说小李子，你怎么老想咒人家，就不能盼人家一点好？圣人有言，以德报怨。我恍然，当即默念起祝词：祝太皇太后身体健康，长命100岁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愿你的生命如1000年的老鳖，长寿又健康，继而不死不灭，跳出3界5行，不入轮回，或享长生。祝词未完，我已经酣睡入骨。半个月后，慈宁宫突传来消息，太皇太后在睡梦中跌落床榻，身体多处骨折。看来以德报怨比诅咒管用。一晃时间已是太康12年了，齐妃2进冷宫已有3年，她好日子也快到了。自太皇太后摔伤后，虽然依旧大权在握，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。老人嘛，不经衰。据传太皇太后驾崩就在这几天了。待太康帝掌权亲政，齐妃自能出冷宫与皇长子相聚。太康帝、齐妃在等太皇太后死，我也在等太皇太后死。死了就能修行柔水气断颈。柔水气断颈毕竟是名为刺杀太皇太后的人功法。太皇太后不死，我是真不敢练。终于在太康12年癸卯月庚辰日，老巫婆死了。这人啊，就得熬，都不用动手，对方就躺下了。太皇太后啊，你咋就死了？储妃哭得不成人形，她是太皇太后一派的。太皇太后没了，撑腰的也这么多。5年前，她曾踢过我一脚，到了我该报仇的时刻，我走到冷宫花园一角，掏出藏了7年的柔水气断颈秘籍。7年眨眼过去，我都23了。不过还好，我有的是时间，等得起。从今晚开始，正式修行柔水气断颈。我虽为冷宫太监，却有着百世轮回的能力，只要自然老死就能变回少年。除了没鸟用外，其他还行，体质中人，吃穿不愁，只要端好娘娘们的夜香，安稳活到老问题不大。我正想着如何苟活，太皇太后驾崩了。全国守孝27日，我在冷宫的寝房角落放置了一个1人高的水缸，打算练习柔水气断颈。小李子，咱们在冷宫可以说是武道天赋极差，上午间的太监练1年顶我们3年，你这是白费功夫啊！慢慢来吧，练武于我是养生，我身子弱，想多活几年，随你吧。早在3年前，
我就向上午间报备过习武之事。进入水缸后，我摆好姿势，运转心法，感受着水流环绕周身。苦修半月，我终于凝练出一缕水之内力。我这资质，明威曾说百缕内力打通一正经，这样算来，我若想打通一条正经晋升3流高手，得需5年。5年似乎并不算久。再进一步，打通6条正经，便是2流高手，只需30年；而全通12正经，晋升1流高手，也不过60年。看来日子还是有盼头的。就在太皇太后校期即将结束时，轰的一声巨响，惊动了我也被四周传来的骚乱声音打断了修行。这一夜，冷宫外乱象横生，而冷宫内依旧安详。次日中午，方有消息传入，太康帝在慈宁宫守孝归来，遭刺客袭击受伤，并被捕。幸得太后亲自率领上5间太监将其救下，而太康帝因伤势过重无法理政，太后开始垂帘听政。我听到这个消息傻了，明眼人都看出了这场刺杀的猫腻，但无人敢言。齐妃闻讯直接晕了过去。看来出冷宫之日是遥遥无期了。第5天，圣旨降临冷宫，宣布25位妃子将出冷宫，并负责照料受伤的太康帝。本想借老妖婆之死报楚妃那一脚之仇，看来没机会了。不中用的太康帝咋这么懦弱，既斗不过奶奶，也斗不过母亲。这些被释放出宫的妃子，原本都是太皇太后一脉的人，现在则归于太后麾下。太监报仇，一事不晚。太康帝遇刺后第7天，顾长氏带着一群太监将丁酉厢房层层加固，宛如一座牢笼。下午李贵妃会被打入冷宫，让她住进丁酉房，不准其他妃子与她交流。你们这些冷宫太监轮流给李贵妃送饭，未得上面消息前，务必保证她饿不死。下午，李贵妃浑身是血被抬入冷宫，同时上午监专门派了一队5道太监守在冷宫大门外。李贵妃是犯了什么事？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李贵妃是圣上的人，不过李贵妃平时低调行事，不在争权夺利的风口浪尖上，她的遭遇我也看不明白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顾长是让李贵妃饿不死，我们就好生照看。她若自寻短见，那可不关我们的事。傍晚，由我第一个给李贵妃送饭。走进房间，只见她躺在床上，四肢被厚厚的铁链缠绕，固定在房梁上。即便如此，依然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恐惧感。这是一位5道高手，且是我见过的最强之人。给娘娘请安。我不敢靠得太近，放下饭菜后便匆匆离开。李贵妃一关就是5年。然而太康帝的伤势依旧未见好转，太后继续垂帘听政。尽管如此，后宫妃嫔数量并未减少，近几年更是还接连诞下了多名皇子公主。我窝在水缸内，头顶冒着热气，缸水被蒸发而尽，我长长吐出一口气，浑身说不出的清爽。5年了，我终于以百缕内力打通第1条正经，完成小周天，勉强迈入3流高手了。我先将修为上报上午间，距我最初报备之时已过去8年，8年才入3流，上午间根本没把我当回事。晚饭时，冷宫太监们纷纷投来羡慕的目光。5年入3流，早知我也练武了。张勇暗暗后悔，可惜他如今30多岁，再想练武已是不可能了。呵，练武？你拿什么练？王李老太隆中叨叨。练武可不是想练就练的，你得有功法，你得有师傅教，还得有白花花的银子。随着年岁增大，王李身子越发不行。太监到了50岁，就可以赎回小蛋蛋申请出宫，当然身体好或是有关系，也可以老死在宫中。以我的身体情况，再过2年便要申请出宫了。还是小李子你好啊，会点武道，即便60了，身体也有劲，能安稳待在宫中。你可以安排个家族后辈进来，趁我们还在，也能照拂1、2。不了，后辈子侄该是传宗接代为好。这些年我积了不少银子回族里，族里情况比昔年可好太多了。若是有的选，谁还愿意进宫当太监？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宁可在地里刨食，也不愿当一辈子没种的太监。反正我当得挺爽，不当太监哪有机会接触柔水七段锦？不当太监又怎能在这险恶环境中安稳活到28？我有百世时间，花个20-30当太监，正好增加以后的幸福感。毕竟失去过，才懂得珍惜。数日之后，8岁的武王殿下携6岁的卫奴造访冷宫。母妃，皇儿好想您。皇儿，你已被封王，该有天界规矩，这等地方不是你该来之地。可是母妃，本宫有罪，自该待在此处。小李子，将武王抱走，交由内侍太监管教。我正要上前抱起武王，卫奴一步抢先，挡在我身前吼道：“谁都不许碰武王殿下，谁碰我杀谁！”我不由一愣，想起卫奴的威名，年仅6岁便已是3流高手，与我旗鼓相当。真若动手，我还真未必打得过这个小孩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放肆，抱走！齐妃毕竟为武王亲母，这一声直接把卫奴唬住。我迅速抱起武王走出厢房，直至冷宫小门处停下，卫奴紧随其后，对我怒目而视，隐有动手之意。本王知道母妃其实在关心我，今日看母妃的饭食勉强过得去，你给本王好好照顾母妃，将来本王不会亏待你。小的惶恐，照顾齐妃乃分内之事。很快，一群太监宫女急忙跑至冷宫，见武王还未进冷宫，欢喜地将武王带走。望着武王和卫奴弱小但充满潜力的背影，我心中感慨万千。武王将来若能即位，必是一代雄主，而卫奴或将成为一位魏国大将军。时间流转，
又到了冷宫送饭时间。小李子，这顿轮到你给李娘娘送饭了，小心点。李娘娘近来的脾气越来越古怪了。是啊，中午我送饭时，李娘娘瞪了我一眼，我感觉心都快裂开了。我会注意的。整整5年，李贵妃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也说不出话，她舌头被摘了。我曾向齐妃问过李贵妃之事，齐妃只说和她不熟，只说李贵妃比她更受太康帝宠爱。堂堂贵妃被摘了舌头，锁在冷宫铁房5年，身份定然极为不简单。问李娘娘安，丁酉铁房内，李贵妃依然如5年前那般被4条玄铁链锁在榻上，这些链条并不完全固定，让她能够自主解决卫生问题。一进房，我便被李贵妃犀利的目光锁定，一道声音突然闯入我的脑海：小太监资质果然差，关你修习上承内功，花了5年时间才打通一条正经入3流。我有一门洗精益髓、改善根骨的法门，你想不想要？突然闯入脑海的声音惊得我差点将饭桶扔了。环顾四周后，确认房内只有我和李贵妃2人。然而李贵妃的舌头早已被7根摘除，也没有见她开口说话。不要东张西望了，小太监，本宫是以腹语与你对话。李贵妃直勾勾盯着我，我假装没听见腹语般，不动声色将饭递上。娘娘，饭菜快凉了，该用膳了。我虽为冷宫太监，却有着百世轮回的能力，只要自然老死就能变回少年。除了没鸟用外，其他还行，体质中人，吃穿不愁，只要端好娘娘们的夜香，安稳活到老问题不大。我正给没有舌头的李贵妃送饭时，阵阵腹语传入脑海。小太监，只要帮本宫一个忙，洗精益髓法门立刻告知你，保管你不用2年时间，便可再打通一条正经。见李贵妃一直叨叨，我也不管其吃未吃饱，饭桶一收，立刻走出丁酉铁房。李贵妃明显不正常，身为贵妃，却被专门铁房关在冷宫，还被摘了舌头以防胡言乱语。我脑袋犯抽才会信她的话。小公子，你中午送饭时，李娘娘可与你说过话？咋能说话？李娘娘舌头都摘了。那勇子呢？没有。一番问询下来，我确定李贵妃只对我用过腹语，或许只对打通一条正经的武者有效。2年来，我可谓饱受李贵妃的折磨。每次送饭，李贵妃必对我各种诱惑，什么1日入先天、修仙、复卵重生之类的，我一概不信，一概不应。2年多了，小太监你还是只通一条正经，若得本宫洗精益髓法门相助，早该通2条正经了。见李贵妃说的正欢，我将饭桶一收，正欲走，忽又听到：行了，本宫算是服你了。2年来软硬不吃，本宫实在等不及。洗精益髓法门，本宫先给你，你过后一练便知。且听好，万物生阴阳，鬼本水。出乎我意料，这次李贵妃竟然主动说起法门内容。我不出声，保持离开的姿势，只是脚步挪得极慢，一寸一寸挪。你只要将本宫与圣上被软禁的消息告诉禁军统领柯道陵，柯统领必领军秦王，只要攻城，本宫再传你12金针度穴大法，可让你根骨再生一的。就算脚步极慢，我还是挪出了丁酉铁房，后面内容听不到了。我回忆着脑中经文内容，无人示意，但我好像完全懂得经文内涵。李贵妃应该对我用了特殊的灌顶之法，真是可怕。李贵妃就算不是先天，也是通奇经8脉的绝顶高手。什么柯统领率军秦王，假的不能再假。太后借吕氏一族之力，完全掌控朝堂局势，想从外面破局几乎不可能。这娘们坏得很，我以后不能再给她送饭了。我寻到张白，以帮其管下一妃嫔到夜香为价，换得张白替我送饭。至此，我算得了个清净。又半年后，我深入解析太连吸髓经，摘取部分晦涩难懂的句子，请教多个武道太监，在各项论证下得出太连吸髓经是一门正经无害功法。于是我开始修习太连吸髓经，资质根骨逐渐达到正常人水平，内力修炼速度提升了3倍。那娘们说还有一门12金针度穴大法可提升根骨，不过与之接触太危险，算了，只要活得长，不用争不用抢，功法没准自动就送我手中了。平静了几年的冷宫，终于再度有新人入宫。皇上有旨，柯贵人不忠，处品即日打入冷宫。见过柯贵人。新来的柯贵人归未央管。同柯贵人的到来，还传来了一件大事：禁军统领柯道陵被查明为白莲教护法，全家被抄秋后问斩。白莲教，这娘们果然想害我。柯道陵正是李贵妃3年前提的报信人，不用想，李贵妃定然也是白莲教人，甚至身份极高，难怪会被锁于冷宫铁房。幸好我经得住诱惑，任何阴谋在时间的流逝下都藏不住脚，我有的是时间去等阴谋浮现的那一天。借由太连吸髓经，我已打通3条正经，再有5年就可通6经入2流。这一世我先天无望，但入1流百上定丁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张勇忍不住惊呼：刚打入冷宫的贵人也姓柯，这2人莫不是亲戚，且都是白莲教？我愣了愣，不忠可是极大的罪名，这新来妃嫔似乎归小为子照料，告知他切莫特殊对待，否则出了事谁也护不住他。怕是难，未央这小子图谋武道已久，通武道的柯贵人一进来，他便寸步不离。就说齐妃，原本齐妃最看重你，可未央主动接过了替齐妃到夜香的活，你说齐妃多久没唤你到跟前服侍了？随他吧，人生漫漫，当有舍有弃，在齐妃前失宠，正合我之意。未央将来若能跟齐妃走上高位，怎么也得记我一个大人情。半个月后，一杯毒酒被送入冷宫，柯贵人饮毒酒而亡。当天夜晚，我刚躺下，便传来未央细弱问询声：“李爷，鬼本水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顿了顿，旋即解释：“
然而我内心却迫不淡定。鬼本水是太连吸髓经中的内容，未央未入三流，无法与李贵妃交流，那么太连吸髓经从何处而来就显而易见了。此后每晚未央均会问起武道问题，但凡懂的，我从不藏私。以未央的心思，我不示意，他也能找到其他人问询，不如卖未央一个人情。半个月后，他上报上午见休息武道，也是那一天他找到了我。李爷，我功法得之隐秘，不可讲明，将来若有所成，必有厚报。怎料我却回了句奇怪的话：你顾好自己吧。我虽不知他与的柯贵人达成怎样交易，但只要他不傻，其绝不可能真正加入白莲教。又是5年过去，我迎来了特殊的一天。轰的一声，水缸炸裂，我缓缓从中走出。5年过去，终于打通第6条正经，正式迈入2流高手。步入2流高手，行走江湖中便算有了一份保障。最近有消息传出，太后身体有恙，而伤重15年的太康帝伤势逐渐好转，新的一轮争权风波怕是会很快到来。李爷，你突破了。你好好努力。未央资质本比我好一些，又修习了太连吸髓经，5年来已打通4条正经。而关了10几年的李贵妃也死了，死于未央突破3流高手后没多久。我猜这或许与未央有关。不久后，北方草原韩国铁蹄踏破大前边境，引发朝堂动荡。太后临朝拜政，招致文官群起攻讦。20岁武王以死谏之势请缨出征，中率10万精锐北上迎战。武王出征这日，祺妃在冷宫大门处遥望送行，哭成泪人。娘娘宽心，武王殿下身旁有绝顶高手为奴守护，不管战事如何，殿下均无性命之危。而且只要武王殿下得胜归来，娘娘也可出得冷宫。时间一晃又是1年，一道意想不到的圣旨落下，我的老熟人楚妃被打入冷宫。当年他那一脚可害我躺了1个月。张勇露出一抹狠色。小李子怎么说？太后怕是压不住圣上了，楚娘娘绝无再出冷宫之可能。我们要不要先饿她几天？太监都记仇，也喜欢帮身边的太监记仇。我没忘当初一脚，张勇也没忘，给他量的剩饭剩菜即可，饿几天也不顶事。太康帝近来确实蹦跶的欢，他似乎找回了与太皇太后争权时的激情，如今与太后斗得不热。夜晚我躺床上失眠中，隔壁床铺的未央悄悄溜出了寝房。深更半夜，未央这小子偷偷去干嘛？自从李贵妃死后，未央修炼速度惊人，似乎因为功法的缘故，未央老得很快，才24岁，未央便有一副35岁的面容。这小子难道半夜去练邪功？2刻钟后，未央重回寝房，好似没出去过一般。翌日一早，宫乐帮妃子到夜相识，突然发现昨天刚来的楚妃上吊自杀了。我听后一凛，楚妃不是自杀，而是死于未央之手。说实话，我有点喜欢未央了，这小子做了我不敢做的事。又是2年过去，我43岁。张勇满50岁了，他没过体检，只能出宫。可惜啊，我还有一大仇未报，就这也出宫，不太甘心。张勇的大仇便是20多年舔叶相统今日和李贵妃的那12小年。放宽心，你的仇有人会帮你报的。闻言，一旁的未央露出一抹淡淡微笑。与此同时，离京3年的武王要回宫面圣了。苏州3年的收复之战终于结束了，本以为齐妃终于要熬出头了，没想到当天夜里有2道身影跃入冷宫。同一时刻，我和未央同时睁开眼，他翻身而起。李爷即无欲无求，那无需动，今夜有我一人足矣。说着，他直接从窗户跳出。我自然不会动，未央如今已比我强很多，或早已经是1流高手了。希望未央和齐妃今夜无碍。从武王将归的消息传出起，我便猜或许会有刺客行刺齐妃。只有齐妃死了，武王才能将吕贵妃视为唯一母亲。冷宫内没传出打斗声，也未见未央归来。我虽为冷宫太监，却有着百世轮回的能力，只要自然老死就能变回少年。除了没鸟用外，其他还行，体质中人，吃穿不愁，只要端好娘娘们的夜香，安稳活到老问题不大。我正想着如何苟活，齐妃厢房前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。只见未央浑身是血立在门前，身旁2颗头颅滚落在地，一见头颅，张白吓得跳起。有刺客，有刺客！很快，上武监总管太监闻声赶来，并单独问话未央。通过调查得知，那2刺客为吕贵妃宫中太监，吕贵妃因治下不严禁闭半年，而齐妃却得以搬出冷宫。未央因护齐妃有功，升正8品代班太监，随齐妃出冷宫随侍走了。小卫子这是出人头地了，我们冷宫可是走出一个了不得人物。李爷，您若争，今日这般机遇可就是你的了。上善若水，水利万物而不争。我淡淡回了一句。事后我越想越不对，吕贵妃明知冷宫有2位修武道的太监，真要派人刺杀，至少得找顶尖高手。结果派来的刺客才2流水平，人没杀掉不说，反而让齐妃占了大便宜。这么一看，更像是皇上自己策划的戏码。只有这样才能让武王因为齐妃遇刺，彻底站到皇上这边。要是武王真的因此转变立场，太康帝就能趁机摆脱傀儡身份，宫里怕是要彻底洗牌了。不久后，太康帝得武王拥护，时隔20年重掌朝纲，立齐妃为后，武王为太子。与此同时，我在寝房内修炼最后一道正经，也不知过去多久，众太监隐感知寝房内一道厚重水雾涌出，接着便是一段轻笑传来。李爷如何呢？宫乐第一个小跑上前，紧张道。我点点头，恭喜李爷。冷宫11太监齐齐恭贺，苦修办事，终于1流了。今日高兴，我请大伙吃顿。我有感而发，给膳房送去些许银两，弄来好酒好菜。真搞不懂李爷这人，说不求名利吧，
又整天练武，放着大好前途不要，只缩在冷宫里当杂役，天天除了送饭就是倒夜香。吃酒吃菜间，一冷宫小太监不解道：“等过的30年，你看还记得起多少昔日同僚名字，便会悟了。我可不是无欲无求，现在一时的猥琐发育，是为了未来更大的欲和求。”就在这时，冷宫走进3个内务府太监，我们连忙在宫门前站好。谁是李清？我当即向前一步，我敢问公公所谓何事？内务府得知你已打通12正经，突破一流高手，按例给你升为从9品太监。多谢公公，我只是升官，但依旧是冷宫太监，职务不变。太监李清接旨，皇后懿旨，冷宫太监李清忠厚老实，勤勉敬上。紫袍太监念了一堆礼词，我没听清，只听到最后词大元丹1颗。大元丹乃极品武道丹药，1颗即可帮助一流高手打通一条7经8脉，我只需调理数日，就可步入绝顶。没想齐飞封后还记着我正欲接旨，又见紫袍太监再取一份令旨。太子令冷宫太监李清忠勇敬上，健而懂礼，厚爱行德，特赐大元丹1颗，真是恭喜公公了，能得皇后和太子双双青睐，大元丹这等珍贵之物都能赐出2颗。这一刻，我又想起太子8岁那年对我说过的话：“你给本王好好照顾母妃，将来本王不会亏待你。”恍惚间，昔日一幕如在昨日。谢皇后娘娘，谢太子殿下。数日之后，我服下丹药，正式步入绝顶高手。可我却依然小心谨慎，只因绝顶之上还有先天，先天高手皇宫内就有3位，况且自己只通了2脉，通8脉才是真正的绝顶。我估算下，我若通第3脉还得15载，15载于我不算长，可惜我这资质绝非易事，慢慢来吧。我突破绝顶，并未掀起几多波澜。因未央之故，宫内都知冷宫住着一位不求名利的武道太监，人称弱水太监。时隔7年，草原韩国卷土重来，于宿州边界陈兵15万，虎视眈眈。武太子亲往宿州坐镇，以防不测。而这关键时刻，圣上因长期操劳病重垂危，皇子们趁机争夺皇位，一时朝堂暗流涌动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李贵妃竟以不忠罪名被打入冷宫，无异于判了死刑。大事不妙了！圣上以死罪打吕贵妃入冷宫，这是要逼吕相造反啊！你倒是看得透，皇宫目前是危险了。不出所料，圣上应该是时日无多了，恐等不及太子归来，想死前为太子除去吕相这一蛀虫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吕相一家掌握京城大量军队，若动兵，圣上未必能赢啊！这事却有点大，圣上于仓促中出手，不知其有何底气。正在我思考要不要跑路避一避时，未央来报恩了。未央才33岁，已是满头白发，脸上皱纹密布，不知练了何等邪功。他气息恐怖，修为远在我之上。谢意不说话。未央将我带至冷宫内一处无人厢房。李爷当年与我有恩，特来告知，今宫内局势不太明朗，以李爷无欲无求的性格，不如出宫避一避。这是龙纹令牌，乃圣上所赐，凭令牌可自由出入皇宫。接过令牌，我沉默良久。未央这次或不止报恩，也是道别。这次很危险。未央转身看向空白的墙面，声音低沉：“我怕是难活过此劫。”你图啥啊？我看不透未央，原以为未央是因贪权而努力向上爬，如今看来又不像。如今他满头白发的模样，一看便是寿元无多。贪权者哪有不吝惜寿元的？我7岁时，14岁的姐姐被吕家3子垂涎，最终惨遭凌虐而死。8岁那年，我决定进宫当太监，就是为了学成一身武艺，好替姐报仇，灭吕家满门。未央回过身，取出2本功法。我当初从柯贵人那习得各种白莲秘法，又借白莲秘法在李贵妃那装作白莲教弟子，获得李贵妃信任，得了这本12金针度穴大法后，便将李贵妃杀了。12金针度穴大法却是一门可提升根骨的强大法门，但这法门有巨大缺陷，此法只可用3次，每次折寿20年。未央如今这副模样，定然用了3次，折寿60年。难怪未央一副寿元无多的模样。不过我却是满眼放光，我有百世寿元，不怕折寿啊。不过区60年而已。我淡定收下2门功法。你还有多少时间？最多不过半年。此行还有一事想托付李爷，待我杀了吕贵妃之后，大战必将爆发。到那时，即便圣上获胜，我也寿元将尽，指望李爷能为我收尸，将我与姐姐葬在一起。京郊北面山崖一侧有一座无名墓碑，那便佳姐安息之处。义不容辞。不过圣上为何如此急？太子领军在外，只要率军而归，大抵还是能记大头。这是不意外道，李爷将来自会明白。我虽为冷宫太监，却有着百世轮回的能力，只要自然老死就能变回少年。除了没鸟用外，其他还行。体质中人，吃穿不愁，只要端好娘娘们的夜香，安稳活到老问题不大。我正想着如何苟活，养心殿里龙榻上不时传来太康帝微弱的咳嗽声，2位大内高手正用真气帮他续命。皇上，臣的后事已安排妥当。那个冷宫太监不错，所学似乎为明妃的柔水气断锦，可惜其太过不争，将来若能辅佐我儿，必成栋梁。太康帝挥手让左右退下，小太监端来2杯毒酒。这2杯毒酒，一杯赐给齐皇后，一杯赐给太后，你敢去吗？要赐死皇后和太后，殿里太监都吓呆了。臣定不负圣恩。一个气息不凡的老太监不知从哪冒出来，眨眼便到太康帝跟前。圣上何必呢？太
太后活不了几年，以子弑母是大逆不道。太子若知道皇后的事，必怨恨圣上。朕快死了，所有罪孽让朕被就刑。朕被后宫干政很久了，太子会明白朕的心意。朕要给他一个不受掣肘的江山。清晨宫里传出消息，皇后和太后昨夜突然暴毙，皇帝吐血晕倒，太子被紧急召回。同时，京城疯传皇帝3日内驾崩。更意外的是，次日傍晚，吕丞相的女儿吕贵妃在冷宫暴毙。紧接着，有人坍塌，吕相带兵血洗皇宫。我在落柏山山顶看火光冲天的京城，未央姐姐就葬在这儿，张勇也在旁边。小李子，圣上今晚能赢吗？先看看吧。他不知道我内心不安，黑夜中感知到太多武道高手，连八脉绝顶都有。可这些高手在军阵前被射杀，这世界太危险。想到自己只有自然老死才能返老还童，我决定不入先天，绝不入江湖。今夜吕相赢了。怎么会？圣上主动出击逼他造反，怎会败？我说的是今夜吕相赢了，最终输赢还不知。看着京城动乱，我已有所悟，明白太康帝的意图，不破不立，破而后立。而我早已委托镖局进宫帮未央收尸，宫内情况不明，亲自进城实在太过危险。次日，吕相主持朝会，宣布废太子，立二皇子。宣布新帝时，二皇子突然扑向吕相，一右爪击穿吕相胸膛。事后，二皇子揭去人皮面具，居然露出太子进士为奴模样。奉先帝遗诏，诛杀吕逆。不久后，武太子归京，顺利登基，并改元建武。京城一时人头滚滚，7成京官被杀，查获银两无数。随后，建武帝宣布，3年之后将亲征草原韩国，百姓皆呼建武帝有太祖雄姿。我今年53岁，因3年前2次用12金针度学大法减寿40年，实际年龄已等同93岁。我原本寿命仅有62岁。通过修炼柔水7段锦，将寿限延长至93岁。如今寿元将近，随时可能走到生命终点。不过我的资质已达绝顶根骨，而且3年来连破3脉，已成为通5脉的绝顶高手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修炼速度的提升，也让我产生更多的困惑。这秘法这么变态，为何白莲教只有现任教主突破先天呢？肯定还有我不知道的隐秘。不过等下一世突破8脉绝顶，自然能窥得先天之秘。建武3年，建武帝领军30万。亲征北方草原韩国，完成继位之时的承诺。与此同时，我的第一世寿元也走向了终点。就在我呼吸停止的那一刻，我的身体随之开始返老还童。下一秒，我呼吸恢复，变成了一个9岁小孩。随即低头一看，却发现了个意外之喜，自己的小兄弟居然还在。更让我欣喜的是，我仍是顶级根骨，通5脉，但运转功法时有走火入魔征兆，急忙停住。这是为何？一番思索后，我不由想起当年明威说的话：你且记好，本宫所修柔水7段锦，阴性功法。你是太监，倒也合适。阴性功法，我幡然醒悟，柔水7段锦是阴性功法，适合女子和太监修炼，但不适合男子。我沉吟半晌，终做出决定，凝聚一股内力，要布下阳刚之源。同时，功法运行也恢复了正常。我早已打算好，即便没有走火入魔危机，第2世我依然入冷宫，不争1世之荣辱，只争100世之长生，一切以稳为主。届时第3世定以先天，再当真男人。随后，我开始进行第3次12金针度学大法的修炼。这次度学之后，根骨将达5道根骨绝殿，样貌衰老到29岁。不久后，我来到冷宫，宫月狐疑地看着我：“你叫李若水，李清是你爹？”我点点头，满脸憨厚之相：“确实有点像李爷。”你这是什么话？李爷是太监，就算李若水是李爷儿子，李爷还能亲自下蛋？也是。郑春恍然，李若水应该是李爷郭继儿子。李爷怎么死的？宫月有些伤感。李爷当年已是通2脉的绝顶高手，我能从3年前的宫廷之变中活下来，也多亏李爷的指点。谁说我爹死了？我爹活得好好的，只短期内不会回京城。他说外面不好安生，托关系将我安排在冷宫。我又掏出一封信件，递给宫月看。果然是李爷写的，你真是李爷儿子，不用见外，今后就是自己人。我们都是李爷晚辈，多受李爷照顾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一回到冷宫，我便感受到满满安全感。进宫时借了自己若水太监的名号，又花了点银子，便成功分配到冷宫。是隐瞒修为进的皇宫，就算被发现隐瞒修为也不慌。我还有未央留下的可传3代的龙纹令牌，直属圣上，可不受其他部门管辖。冷宫太监怎么这么少？我爹说该有12位的。今时冷宫格外凄凉，不见妃子，也不见其他太监，都死了。3年前吕相谋逆，一群白莲教死士杀入冷宫，他们杀了所有冷宫太监和妃子，在李贵妃厢房翻了个底朝天，似乎为寻找某样东西。我和小正子藏在冷宫膳房，才躲过一劫。太监死的太多，一时也招募不起。原来如此，李贵妃死10几年了，白莲教还在找什么？我没多想白莲教之事，进冷宫就为安稳突破先天。我现在一天可凝练5缕水之内力，也要不了几年，最后3脉便能打通。时间缓缓流逝，建武帝亲征消息传入京城，汉国宣布投降，捷报传至大前国各州，百姓沉默无声，早已没了出使的称赞。4年多征战，各州兵士征了一批又一批，多少家庭妻离子散，不少人开始缅怀太康帝。大前国战事与我无关，只要大前国不被灭国，我便可一直在冷宫安稳修炼。5年过去，我早已打通奇经8脉，步入8脉绝顶，可在绝顶入先天这一步却卡住了，又失败了。到底为何？柔水7段锦可直达先天，
第7景象有语，八脉绝顶后，只要感天灵之气入体，就可化内气为真气，步入先天。天灵之气具体为何，完全感应不到。我已是绝点5道根骨，连我这般都不能突破先天，那还有谁能入先天？我不由想起之前对先天之境的困惑。大前国先天宗师稀少，白莲教只现任教主为先天，皇宫内有大元丹辅助，也不缺提升根骨的秘法，依旧少见先天宗师。先天之境一定还有我不知的隐秘。我苦恼从厢房走出。喂，小李子，教我下棋。我得了一种不能有坤的病，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斩断情根，只因前世所修功法是专为女子所创，唯有断绝情丝才能更进一步。我正思考如何才能突破先天时，一个声音传了过来：喂，小李子，教我下棋。这是马贵人，原是草原汉国公主，被建武帝扶到后宫，每2个月便以不遵礼仪之名打入冷宫。这五子棋啊，就得裤衩阵，一旦成型，1秒钟轻松抬走对手。开局第1颗随便下，不用理会白子怎么下，第2颗下这个位置。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前天刚教过我这些。敢问贵人一语，汉国那边该有先天宗师吧？我停止说祈语，忽然问道。有的啊，我老师就为先天宗师，怎么？被人询问，马贵人自然开心。冷宫太枯燥了，不然他也不会向小太监学棋，图为打发时间。先天宗师如何修？我不太懂，不过老师说过，先天宗师乃为天定，一出生就已决定。我终没能从马贵人处寻到先天之命。我掏出藏了8年的龙纹令牌，往皇宫5阁走去。5阁重殿，闲人免入。我一走进5阁，便被2守门太监挡住，2太监均为6脉绝顶。我亮出龙纹令牌，守门人立刻变脸，原来是自己人，只是大奈何时出了一位如此年轻的8脉绝顶。进入5阁内部，还有一老太监闭目坐在道中。我将龙纹令牌递上，老太监睁开眼，确认令牌无误，又道：此为未央所传龙纹令牌，你年纪轻轻，8脉绝顶，服过大元丹，又习过未央的12金针度穴大法，也习过柔水7段锦。未央，李清是你何人？我被老太监一眼看透，这是一位活着的先天宗师。见过老宗师，我名李若水，李清之子，未央是父亲好友。8年前屡逆谋反前，未央将龙纹令牌传于父亲，后父亲去寻仙求道前，将龙纹令牌传于我。我如今在冷宫当值，暂未泄露修为，实为冷宫普通太监。我如实阐述。老太监听罢，点点头。你知话属实。说着，老太监取出一本名册，划去李清名字，写上李若水。随后他便闭上眼睛，不再言语。我此行5阁便是求窥先天之秘，本意是查阅5道典籍求真，然有先天宗师在此，当不错过问道之机。叨扰老宗师，小子此行只为突破先天。柔水7段锦有语，以天灵入体，化内为真。小子不懂，还请老宗师解惑。回去吧，先天非你所求。敢问5阁2层右侧有一本5级仙，你一阅便知。多谢老宗师。我名荣枯，5级仙你翻阅后，不可妄言，不可妄传。至于此阁，妄于此阁，即使圣上相问，也不可答。小子知晓。我来到2楼，顺利找到5级仙。这是一本古朴书籍，上面流转着一股莫名气息，让人心颤。5阁内的典籍可谓浩如烟海，柔水7段锦阁中也有。5阁内所有秘籍，大内高手均可翻阅，不过不入先天，再多秘籍于8脉绝顶，都无多大意义。将5级仙打开，我开始细阅。5级仙所述，修仙必须具备灵根，灵根优劣决定修行路径。上等灵根可直接修仙，尾杂灵根者需通过5道，贯通经脉，转化灵气，逐步以5入仙。我终明白马贵人口中天定神之意。刚才老太监言先天非我所求，便是看出我没有灵根，入不得先天。我放下5级仙，再度找到老太监。敢问荣枯大师，没有灵根，真不能求仙吗？真是个痴儿，仙道实不过虚无缥缈之道，世上如今是否有仙人，还尚不得知。5级仙不过是上古留下之物，今人修至先天，已算极致。荣枯站起身，引我到内阁。你知何为根骨？不知。灵根，舌本也。其实灵根也指舌头，根骨就是灵根，只是根骨有根无灵。这我实在难以理解。荣枯寻到一处暗阁，取出一本假灵根说，递给我。世上还有一种假灵根说法，传说世界自生有灵根，若能将灵根炼入舌本，则可以使无灵根者的根骨变成假灵根，从而转化灵气，找到求仙之机。只要不是绝路，总会有办法找到的，毕竟我的寿元还很长。假灵根说本不外传，圣上不知从何处得知假灵根说的内容，妄想寻灵根一曲，修得假灵根求仙，如今肆意征伐他国寻找，百姓苦矣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原来建武帝起战端是为了寻灵根一曲。帝王求仙，祸之始也。荣枯大师，这假灵根如何炼制？你这小儿，与你也无妨。将来你若真以假灵根修得先天，得因我2件事。大师请讲。我年纪大了，你得为我寻一灵根者成我衣钵，此为事一。将来大前国若有误国走向，你成就先天后，当尽力出手改正一次，此为事2。义不容辞。你小子怪得很，明明使用了12金针度穴大法折射，但似乎还有不少寿元可活，否则我还真懒得与你说。荣枯摇头，取出2物，一为荣枯禅功，一为血灵诀。我欢喜收下。大
大师，我不能如圣上般征伐他国，寻灵根一区，该往何处寻？白莲教传承千年，历代教主均为先天宗师，世间有灵根者稀少，白莲教端不可能每代都能寻到灵根天赋继任者。看来白莲教的灵根一区是代代相承的，人死后再将灵根一区取出，可重复用。这一刻，我也猛然想到，白莲死时还杀进冷宫来寻的，应该就是此物。转眼5个月过去，我已将5个中的功法学得七七八八。这日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入冷宫，张勇死了。是白莲教所为。勇子之死或许还是源自当初的李贵妃。勇子曾为李贵妃送过饭，看来白莲教依然未放弃李贵妃一事。若我在宫外，现也该被白莲教追杀。我再度对进宫的选择表示肯定。以我8脉绝顶修为和这5年所学功法，虽然在先天不出情况下，也不怕白莲教，但总归是有风险的。就在这时，我猛然想起未央当年与我的告别，特要我将他尸体与其解葬于落柏山。李贵妃的灵躯会不会被未央得了？以未央之手段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我随即换了身装扮，出了皇城，来到落柏山未央姐弟无名坟墓前。小卫子，当年我不过赠你一个出冷宫机缘，引你武道入门，这等小恩，在你给我龙纹令牌和12金针度学大法后，已然还敬。今我来此，只为确定一件往事，若有得罪，还请见谅。我鞠躬行礼，拜了3拜。澎湃内力从我手中倾泻而出，一座青木棺从地上缓缓升起。未央尸体完好如初浮现于我眼中。11年过去，未央尸身未化，无有半分腐臭之物。灵根一区可自动吸入灵气，若藏于尸体，可保尸体100年不化。未央此状证明其尸内就藏有灵根一区，得罪了。我得了一种不能有坤的病，重生后第一件事就是斩断情根，只因前世所修功法是专为女子所创，唯有断绝情丝才能更进一步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眼前这具尸体竟给了我突破先天的曙光。我引动一缕内力打入未央体内，内力一吸，一颗莲子破体而出，流露出一缕与我相合的气息。这就是灵根一区。莲子离体后，未央尸身迅速腐化，我重新安顿好未央姐弟，并换回太监服，悄然返回冷宫。小李子，你回来了，皇后娘娘寻你。知了，严皇后因反对战事屡屡顶撞圣上，半年前被剑武帝打入冷宫。娘娘唤我何事？请荣枯大师见本宫一面。严皇后之意我明白，无非是想说服荣枯大师出手，让剑武帝当一辈子不理事太上皇。太祖祖训，大内只护帝王安危，不理他事。太祖还道，后辈子孙不得追求长生不死之虚妄仙道。圣上如今乱起兵戈寻仙求道，已是违背太祖祖训。荣枯大师年岁已高，无心外事，不会答应的。那你呢？据本宫所知，你是大内最年轻8脉绝顶，前途可期。我只是一个冷宫小太监。呵呵，又一个无欲无求上善若水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本宫若让其他太监送信，可为？我并未回应。当夜一个冷宫太监被严皇后叫到丁酉厢房，随后出了冷宫，尸骨无存。半个月后，我开始炼制假灵根，每日以舌尖之血对莲子进行温养，一共749日，将莲子放入口中，莲子顺舌尖而入，根骨生灵化为灵根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感受到了天地中的灵气。我深吸一口天地气，灵气顺舌尖化入体内，多年来的先天瓶颈终被冲破。我一步跃出，跨越2个冷宫厢房，人如鬼魅，不愧为先天之境。我尚未动用精妙身法，便有如此速度。深入冷宫几世载，我算是有了一份自保之力。我尚未真正入仙道，真气不成法力，我永远只算个武者。就在此时，我忽感2道能威胁自身性命的气机靠近，并在梨园停住。我微微一笑，转瞬以轻功入梨园。见过荣枯大师。不用客气，你继承先天，我们互称道友即可。这位是冉丙道友，武格另一先天，平时负责圣上安危。见过冉丙道友。冉丙寄生胡须，又在剑武帝身前当贴身保镖，显然是以天人反生过，不再是太监。先前在5阁看过一本名为《复元经》的功法，为前朝一老太监专为天人反生而创，一旦修成便不能居于后宫之内，要在圣上之侧时刻保护，以免淫乱宫廷。虽然我下一世能当真男人，但这事若能一展雄风，自是再好不过，所以也抄录了一份。见过若水道友。梨园尚处后宫，冉丙不能久留，3人随后来至5阁。不过3年，你竟然能成先天，端的天大机缘。侥幸罢了。我说起昔年往事，如实告知炼制假灵根的前因后果。原是这般机缘。白莲教一脉灵根竟落在圣女身上，那当代白莲教教主便是天定灵根者。5阁园还有一稍年轻先天，因圣上要求随镇北王征战在外，镇北王天生灵根，也于前不久突破先天。加上你如今大前朝廷共有5位先天宗师，2位先天宗师镇军，难怪大前国战无不胜。不过你突破先天之事，最好先隐瞒不报，毕竟圣上在求假灵根，而你刚好以假灵根突破先天。明白。剑武帝掀起战事，就为从他国秘藏中寻得灵根一区，如若得知我以假灵根入先天，那后果可想而知。我主修柔水7段锦，如今需改修功法，5阁内是否有契合先天功法？其实你不必改修他法，柔水7段锦出自元州无量观，无量观曾出过先天宗师，柔水7段锦还有后续功法，你走一趟无量观，得后续功法不难。这大前国界内有多少先天宗师？明面上除白莲教教主外，只一位黄眉道友为先天宗师。先天高手就算碰上，一方若只想退，也难打出生死。江湖暗中也或可有先天宗师，但既不在明面，更不会与同境先天交集。荣枯笑了，
显然明白我询问之由。那不知白莲教教主年龄几何？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。我想求修仙法，暂不能去寻修仙界，故而将目标放在白莲教身上。白莲教既然有灵根一躯这等珍贵之物，说不定也有修仙法传承。与我年龄相仿，大约尚有10数年可活，具体难料，许是死了或活得更长也不一定。那白莲教总坛位置在何处？圣上一直在对白莲教进行调查，不过白莲教总坛位置难寻，目前只大致确定在云州和庆州一带。自从在荣窟和冉丙那得来消息后，我离京计划已算定下了。不过不急，我刚入先天尚需稳固境界，转眼2年，大前19州有6州发生不大不小的起义，引得朝堂动荡。此等形势下，夜间常有8脉绝顶高手携人入冷宫会见炎皇后。这日夜里，3道身影飞落冷宫，我于睡梦中惊醒，愈加频繁了。炎皇后真不把我当人，视我于无。近期皇宫将变，也该是我离京之机。自捐幽宫47载，我第一次走入江湖，初时忐忑不安，但见2流高手都敢行侠仗义，我心情逐渐平缓。我可是先天宗师，而后一路纵马高歌，也曾当众施展绝妙轻功，惊得江湖少侠连追百里就欲拜师。我随手扔下一本轻功秘籍，拍马去。离京纵马15日，便正式抵于无量观山门前。无量观正是名为师门所在，两世间忘却过许多人，但从不曾忘却名威。当初以一壶醉元春换得名为柔水七段锦，虽无师徒之分，但有一份传道之意。随后我爆发先天真气，一年麦道姑慌忙飞出。敢问哪位先天宗师灵官有失远迎？你是何人？可认得名威？我乃无量观主，名威是我师妹。我有幸习得名威所传柔水七段锦，今来此事想寻得你们后续先天功法。大师即习柔水七段锦，也算无量观半个门人，这就为大师取来。就在他带我去那后续功法时，我却被一个女娃的样貌所吸引。这是我小徒弟明英，是明威家族后人。明威家族后人，难怪见之与明威有几分相似之处。不多时，道姑取来柔水七段锦后续功法，此功法名为柔水诀。柔水诀只述一道景象，修行之所需放在江海湖泊之内，而非一小水缸。无量观中且有配套寒潭，最是柔水诀修炼。我需在观中住上一段时间，叨扰了。不敢当，宗师借住，无量观惶恐。我这人有恩必报，今取你观中功法，你有何心愿？不敢不敢。我摇摇头，取出2门先天轻功法，当作报酬，又换来那叫明英的女娃。门中可还有明威之物？道姑顿了顿，取下明英脖子上的蓝玉坠。此蓝玉坠便为明威师妹所留，因而进门后，我赐给了她。我点点头，射来蓝玉坠，以真气在蓝玉坠上刻了一个威字。此蓝玉坠今后只传明氏一族。道姑狐一般收下，不知我何意。我刻字视为客缘，不管千百年过去，见此蓝玉坠我必然认得。随后我来至无量观后山寒潭，就此住下修炼。秋去冬来，转眼3个寒暑，明英已长至12岁。这一日，明英悄悄寻来大师姐。师姐，那个恐怖怪人进寒潭已经3年，不会死了吧？什么怪人？那是先天宗师，切记不可妄语。哦，我们去看看吧，免得他真死了。说罢，2人当即进入寒潭。殊不知寒潭中竟早已没了人影。我自离开无量观已有3月，借寒潭修炼3年，已达先天中期。京城消息我也听了一些。当年我离开后，炎皇后发动了宫廷政变，最后失败而终，京城又杀得人头滚滚。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，现在只想寻到修仙功法。自从离开无量观以后，我寻找了多处疑似白莲教总坛的位置，均是一无所获。直到有一天误入龙泽渊，我堂堂先天宗师竟迷路了，足足花了10天时间才走出。我一度怀疑自己碰上修仙界，于是我在龙泽渊外苦等3月，并未见到遇见而过的修仙者，也未见其他异常，终确定龙泽渊不是修仙界。但是据上一次入渊经历，我发现龙泽渊存着阵法一类的设置，白莲教总坛或就位于龙泽渊内。做好充足准备后，我再次踏入龙泽渊。有过第一次经历，这次非常顺利。半天后便遥望泽心有一座小岛，一道先天气机从岛上隐隐散出。